经历了多轮面试，我终于成为了一名澳门公关。踏入赌场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穷人误闯天家。脚下是昂贵的地毯，头顶是金碧辉煌的建筑穹顶，耳边交织着富人们的欢呼声与筹码碰撞的脆响。我想，这就是当初在工地时大叔跟我讲的名利场。白天我在这片金碧辉煌的名利场上班，晚上却要挤过窄巷，回到像九龙城寨般逼仄杂乱的出租房。这种强烈的割裂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，必须拼命向上攀爬。可我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份割裂感，业绩压力就先找上门了。在这里，不管是新人公关还是老牌公关，只要业绩不行，就得卷铺盖走人，半分情面都容不得讲。我才刚踏入这行，哪来的客户和资源？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去厂子里碰运气。每天我都厚着脸皮上前问：先生，您有会员卡吗？需要帮您开张会员卡吗？遇到心情好的客户，会礼貌地回一句不用；碰到心情不好的，直接冲我喊滚，甚至会带上家人一起骂。一开始每回被骂完，我都得难受好一阵，但转念一想，在生存面前，这点面子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后面日子久了，我也就慢慢习惯了，就算每天被骂，也能做到泰然处之。虽然说在场面上碰运气的方法很笨，但其实效果也不怎么样。本来男生做公关这行天生就不占优势，我每天能开出去的会员卡少得可怜，而且大多是零记录或者低记录的卡，能带来的业绩更是微乎其微。但是一个男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公关之路。在准备熬不过公关试用期就回工地的某一天，我正在柜台收拾东西准备下班，一位客户却主动找上了我。他是个年纪稍长的老人，气质却格外儒雅，待人也很有礼貌。之前听其他公关提起过，他是公司的老客户，不仅有会员卡，还有专属对接的公关，所以我也从来没敢上前跟他搭话。可我没料到，他竟主动走到柜台前，看了眼我的工牌，叫出了我的英文名字 Jeremy， 问我下班后能不能一起喝杯东西。正是这一次的约见，成为了我公关路上的转折点。而这位客户，我至今都尊称为我公关路上的教父。下班后，我准时赶到和教父约定好的餐厅，没想到他早就坐在那里等我了。聊天时，我才知道教父是内地人，以前也做过厅里的业务，早在行业上行期就实现了财富自由。现在他主要在内地定居，陪着家人，偶尔来澳门见见老朋友，顺便娱乐放松。不过因为身体原因，往后这几年他也没办法常来澳门，所以想找个公关帮他接待以前的客户，而我就这样成为了教父在澳门的代言人。后面我也忍不住问过他，为什么会选我？他在澳门打拼这么久，认识的公关不在少数，怎么偏偏是我这样既普通又笨拙的新人？他笑着说，其实他早就暗中观察我一阵了，期间也约谈过其他几个公关，但只有我最像他年轻的时候，肯吃苦，脸皮厚，不怕失败。可真要接手教父的客户资源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我还得先通过他的考核。当时他只给我1个星期的时间，行业里的所有术语必须吃透，各种玩法规则得烂熟于心，就连每家公司的活动也得了如指掌。1周后，他会专门考核我，要是没通过，自然也接不了他的资源，因为很快他给我的第一批客户就要来澳门了，而我的公关生涯也随着这一批客户的到来开启了新篇章。